不过大小姐，这土豆没有种子，土豆秧子明明是开花了的，但是没有种子。这就是种子，不过要发芽的时候种下去才行。哦，还有啊，土豆发芽了就不能吃了，要是吃了会中毒的。大小姐，咱们这么多土豆，要怎么储存才能不发芽呀？放在阴凉背阴的地方吧。还有，土豆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会变成青色，那样的也不能吃。是，大小姐，我记住了。咱们土豆种了不少，到时候可以拿到咱们福宝斋卖了，当蔬菜卖了。好。记住，我刚才说的注意事项要写出来，贴一个告示。要是买菜的农人想要种植，也可以告诉他们方法。好的，我明白了。沈飞交代完之后，就非常满意的在庄子里的田地上转悠。乔杉最开始听到产量的时候，就惊讶的瞪大眼睛，现在知道这东西还能饱腹，就更欢喜了。这是个大消息，一定要告诉皇上才行。沈飞溜溜达达的来到了玉米地，他直接掰了一穗玉米。玉米还有2个月完全成熟，但真正成熟的玉米是非常坚硬的，而现在的玉米很嫩，是可以吃的，可以烤玉米吃。小山，你去掰几穗玉米，咱们中午吃这个。是，大小姐。乔杉的心里又震惊住了，这个玉米他也是头一次听说。虽然他很想问，但还是忍住了，他怕现在的女主子怀疑。大小姐，这玉米现在还不能吃吧？你不是说要过2月才能熟吗？这玉米可是个好东西呢，完全成熟之后磨成粉和磨成茶都是粮食呀，这东西比高粱米的粗粮好吃多了。现在这种情况也不是没熟，看着这个玉米粒了吧，现在正是新鲜的时候呢。这样吧，多掰一些，放在大锅里烀着，到时候你们也一起尝尝。好的。中午的时候，唐之玲就带人来了，他也是想知道沈飞庄子上的收成。你过来的还挺早。这屋子还真是凉快呀。我让人买了芒硝过来，制作了冰，放在屋子里降降暑气。唐之玲心想，这个法子可以带到工部去，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个秘密？如果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法子创收啊？发什么呆呢？沈飞，你这个制冰的法子可以告诉我吗？当然。家里夏季的冰该不会都是你制作的吧？都是用我的法子做的，等回家了就写给你。好的。来尝一尝吧，挺好吃的。好，我尝尝。我的土豆你看了吗？看了，产量未免太高了吧？如果别的田地都种植土豆的话，产量也会这么高吗？应该没有我的高，但是亩产上1000斤是能达到的。我的地是因为我的肥料好，还有这处庄子的田地原本就是上等田，很多因素在里面的。唐之玲明白了，他知道折子要怎么写了。唐之玲打算把自家高产的东西都写出来并报上去。他的官职就是屯田司的员外郎，想要升官，功绩都在这上面呢。此时乔杉装模作样的来到了干活的那群人中，若无其事的坐在地上，眼睛看着刘三全等人的人影，发现人不在这里的时候才开口道：怎么都一起来了？老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找不到其他的门路，听说这里招工就来了。是啊，老大，刘管事这人好忽悠啊，我们都是错开报的面，放心吧。那也不能一起全来呀，有你们这样的庄稼汉子吗？人家找的是长工，你说你们哪里像了？行了，这次来的人下次就别来了，换点新面孔来。是老大。也不用都到唐家当下人，你们可以扮成邻居，总之下次不要一起出现。是老大，我们知道了。乔杉不敢多停留，教训几句之后就离开了。沈飞，地里干活的人是你请来的？不是啊，刘三叔找的。怎么样，不错吧？听说你看的呀，眼睛都直了。怎么，你吃醋了？唐之玲不说话了，她确实是心里不舒服。她和这些人比起来，也就脸还能看，身材上确实是比不上，她有些瘦。真生气啦？我就是看看嘛，剩下的啥事没有。沈飞，你说我要是再壮一点，会不会好点？不用，真不用，我不喜欢大块头。那你不是爱看吗？哪有，我可没说，我当时就是惊讶，别的情绪真没有。
你相信我，真的，我保证。沈飞开始哄唐之灵。开始的时候，唐之灵还是有点生气，后来就是纯属逗沈飞了。俩人玩得很开心，完全把小福宝给忘了。小福宝也是不想看这俩人腻歪，他自己站起来扶着墙面，一步一步地往外边挪动，走到门槛的位置直接爬了出去，然后又围着木门往外走。武丹见到小福宝出来了，就直接把他抱了起来。小福宝指着那片玉米地，去那边。武丹以为小福宝是无聊了，不愿意在屋子里待了，所以也没反对，直接抱着小福宝去看了玉米。小福宝被武丹抱在怀里，正好能看到玉米。他伸出小胖手扒开叶子，然后又满意的点点头。福宝少爷，你这么小，能看懂吗？武丹，瞎说什么呢？大哥，福宝少爷这么小，能听懂什么呀？那也不能说主子的坏话。这哪是坏话？我就不相信，大哥你还记得自己1岁时候的事。武阳一噎，他确实不记得，就是4岁之前的，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哥，你发现没有？那些人好像是和乔杉是一伙的。应该也是那位派过来的。不用管，有这些人帮着干活，还不好吗？也是。此时皇宫内，皇上，这2样东西都好了，您尝尝看。好，拿上来，朕尝一尝。皇上先是尝了一口土豆做的菜。这个叫土豆的东西味道还不错。是的，老奴尝了，觉得不难吃，而且还抗饿啊。沈氏这女人还真是有大才啊，竟然种出这么高产的农作物。让乔杉就留在唐府，我还想看看以后能有什么惊喜给朕。是，陛下。此时国公府内，人送走了吗？主子，小公子不肯离开，吵着要见您一面之后才走。胡闹！主子，小公子不适合长留在长安，还是尽快送走才好。要不然，您去看看他吧。他进城之后都遇见什么人了？只有在14的时候遇到了3少夫人和4公子。他们说了什么？可有什么发现？这属下不知。好了，人给我看住了，我明日就过去。黑衣人直接消失在国公府。去把老四请过来。管家听到吩咐，急忙让身边的小厮去叫人。唐之锦知道唐国公叫他的时候还很心虚，他害怕自己逃学的事被唐国公发现了，他惴惴不安地走了进来。父亲，您找孩儿有什么吩咐？老四，你昨日干什么去了？在书院上课来着。还敢撒谎！父亲，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我再也不逃课了。说，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这下唐之锦不敢隐瞒了，老老实实的交代，但是从学堂出来说起的，拉拉杂杂的说了一堆。唐国公不耐烦了，说重点，从你们吃饭的时候开始说。吃饭？我和三嫂点了很多饭菜。父亲，小福宝现在也能吃饭了，吃得有模有样的。你们吃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啊？没什么奇怪的，就是看到了一个人，有些熟悉，后来仔细看有点像父亲。唐国公的手下意识地攥紧。不过这人长得像的多了，也没什么奇怪的。唐国公并没有被安慰到，这人出现过，不可能抹除一切痕迹。你同桌的人也都看到了？最先看那少年的人其实是三嫂，她一直盯着那少年看，我才注意到的。是沈氏。唐国公想起了唐之灵，手不自觉地握紧。看来有些事情不能拖泥带水了。唐之锦被唐国公叫走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后院。打听清楚国公爷为什么找老四了吗？听说是4公子逃学了，被国公爷给逮到了。老四这孩子也仅仅是考过了童生，人就散漫起来了，还真像他那目光短浅的娘。就是，这4少爷怎么和世子爷和2公子比呢？国公爷可有罚老四？这倒是没有，教训几句就放出来了。夫人，
要请家法吗？不必，不是我的孩子，我教育他干嘛？老四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夫人。房妈妈想到打听到的消息，小心翼翼地禀报道：夫人啊，这三少夫人又有了身孕。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消息准确吗？大夫亲口承认的，这都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了。这可怎么办好？小福宝那个小崽子是那女人从外面带来的，不是国公府的种。可是现在肚子里的这个，要是生下来，可就是国公爷的亲孙子，是国公府的长孙呢。该死的，那沈氏怎么就这么好命，竟然又有了？老大和老二都是废物，这都多久了，竟然还生不了孩子？饭桶，全是饭桶！你去把老大和老二都叫过来。夫人，咱们要不要趁着孩子没生下来，把那孩子除掉了？能怎么做？毒药都给他们喂了，可是这人愣是没事儿。老奴还是去请世子爷和二公子来吧。行，去吧。片刻之后，唐世子和唐之义一起来了。给母亲请安。母亲，这么晚了，您有什么事儿？老大、老二，你们听说了吗？老三的媳妇怀孕了。唐之义心里无奈，那是老三的媳妇，他盯着干什么呀？母亲，您说的是真的？大哥，你别急，老三有多少孩子都和唐府没有关系。二弟，你知道了什么？老二，你知道什么就快说，不要藏着掖着。房妈妈，你先出去，在门外守着。房妈妈见唐夫人点头，就走了出去，在门外站着，防止其他人偷听。二弟，你快说，为什么不防着老三了？母亲，大哥，三弟不是父亲的孩子，很有可能是皇家的孩子，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呀。大哥，我说的是真的，而且小福宝就是三弟的亲生孩子，三弟消失那半年就是去了北地才有的孩子。二弟，这和老三不是父亲的孩子有什么根据？唐世子和唐夫人见先皇的次数少，但是唐之义不一样，他那时候是皇城内的2等护卫，老皇帝长什么样他还是清楚的。他没认出小福宝是没往那里想，加上小福宝那时候又小，又被沈妃抱在怀里，唐之义根本就没有多看。大哥，小福宝是老三的亲骨肉，而小福宝的长相和先皇那么像，怎么可能和皇家没有关系呢？这事儿已经在宗亲里不是秘密了，你不是一直疑惑老三在宫宴上坐在宗亲的席位上吗？这就是原因，就是不知道老三是哪个老王爷的孩子了。按照老三的年纪，老三的父亲可能是老王爷，或者是当今圣上的孩子，也有可能啊。不可能是当今皇上的，老三是你父亲从北地抱回来的，皇上那时候还是太子，而且那时候正是大禹朝和匈奴人打仗，是太子监国。母亲，你说太子监国，那皇上呢？皇上也去了北地，后来你父亲平息战乱之后，皇上先班师回朝了。对，这就对上了，老三或许是先皇的儿子，这就解释得清楚了，父亲为什么对老三这么好，还有武丹和武阳应该是先皇赐给老三的，所以大哥才要不来。还有当今皇上为什么轻易就给老三赐了开国献子的爵位，这就解释得通了。老二，这都是你的猜测，没有证据的。大哥，你听我的，我是武将，和宫里的护卫都有些交情，你知道吗？因为老三遇刺的事，皇上亲自往老三的府里送人，就是保护老三一家3口的安全。这时候你千万不要与老三为敌啊！老三的命怎么就那么好呢？大哥，老三不是父亲的儿子，那国公的位子就是你的了，你也不用再担心了，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既然是先皇的儿子，那为什么不接到宫中养着？难道老三的生母是你父亲的女人？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你父亲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活王八。这老三
整日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晃悠，你父亲应该很难受吧？真是太好笑了。母亲，那老三的生母呢？父亲是怎么说的？你父亲说是生老三的时候难产死了，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你父亲这人呐，一般人是看不透啊。好了，老大、老二，你们走吧，我自己静一会儿。老大，你消停一点，距离老三远着点，不要去招惹他。反正现在已经分家了，不要再去招惹他。是，母亲。听到他们在谈什么了吗？主子，没有，二少爷在，属下不敢靠近。哦，我知道了，你下去吧。哎，老大和老二要是能换一换就好了。想到老大做的蠢事，还是得他这个父亲及时给他扫的尾巴，否则早就被皇上发现了。大人，您看看这个折子。此时的贾尚书没有写什么东西，而是像个账房先生一样在算账。不算账不行啊，现在找户部要钱越来越难了。刘尚书抠门得很，现在每个部门想要报销银子的地方，预算都是砍了又砍。他们工部还有堤坝要修建，有材料要研制，也是要花钱的好不好？说吧，长话短说，我这正忙着呢。大人，唐员外郎啊上了一道折子，提到了一种叫土豆的农作物，可以达到亩产3000至5000斤呢。而且啊，这个土豆不仅可以当菜，还可以饱腹。你说多少？3000至5000斤。这是事实还是估算？这唐三夫人的庄子今年就种的土豆，现在啊已经丰收了，亩产达到了4200斤了。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呢？我去找他去。嗨，这唐员外郎啊喜欢往城外跑，和那些匠人在一起。不过他今日来送折子，这会儿啊应该在皇城呢。走，咱们现在就去找这小子。贾尚书脚步匆匆地往外走，很快就来到了唐之陵这边的办公房，发现他不在，于是就挨个工房找，最后在于布司张君义的工房找到他。此时还不只有他一人，众人都围在一起。贾尚书就看到了屋里冒气儿了，还听到了喊声：成了成了。小老头扒拉开人群往里面看，就看到一大块冰。这是怎么做的？啊，下官拜见尚书大人。拜见尚书大人。不必多礼，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冰啊？夏季他们这些办公场所热得不得了，已经熬了一个夏天了。大人，是唐之陵想的法子，他拿了治冰的方子，我们正试验呢，等有效果了就卖冰给工部创收。好啊，你们有心了，特别是唐员外郎，你很不错。唐员外郎，你跟我进宫一趟。是。皇上听到是工部尚书来了，心里已经猜到了是什么事。请贾尚书和李侍郎进来吧。是，请贾尚书、李侍郎觐见。贾尚书本想带着唐之陵一起进来的，但是皇上没召见，他也就放弃了。唐之陵也没在意，但他隐隐的有种感觉，皇上似乎不是很想见自己。唐之陵没有办法，只能是在外面等着贾尚书两人。2刻钟之后，贾尚书终于是出来了，他一脸复杂地看着唐之陵。唐员外郎，接旨吧。微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唐之陵进献2种有功，特赐正三品开国县侯爵位，10亿1000户，钦此。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有些受不住啊。他其实就想升官来着，想要摘掉员外郎这个称呼，现在官职没升，爵位倒是高了。唐侯爷，接旨呀！臣谢主隆恩。李侍郎的心里酸溜溜的，同时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唐大人以后还是得捧着点，不能得罪了。唐侯爷，尊夫人庄子上的土豆，我们可就拉走了。哦，可以，都拉走吧。唐之陵想，沈妃要是在这里，也一定会同意的。用10几亩地的土豆换了一个侯府的爵位，
他一定双手赞成。唐之灵想到了他折子上提到的玉米，虽然还没收呢，但是大致的产量也写上去了，应该不是只有土豆的功劳，那玉米也已经算上了，要不然不能从正5品的县子过渡到了正3品的县侯。哦，对了，冯公公，那玉米啊，还有2个月才完全成熟，现在虽然也可以食用，但是还没有完全熟透，不能储存，也不能当种子。唐侯爷，咱家知道了，我会禀明皇上。此时唐家也接到了赏赐，都是皇上赏给沈妃的。皇上赏赐了沈妃1对玉如意，还有3000两的银子。此外还有侯府夫人正3品的吉服。仔仔，你听到了吧？你娘我成了侯夫人了。小福宝看到沈妃笑得这么开心，也跟着笑了，露出了几颗小米牙。仔仔，你是不是也很开心？以后啊，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了呢。开心吧？小福宝看到沈妃笑，就跟着点头。恭喜夫人。恭喜夫人。都有赏，每人赏赐2两银子，到刘管事那里领赏。哎，谢夫人。谢夫人。沈妃让人把3000两银子抬进了库房，然后又让李嬷嬷拿着新出炉的诰命符走进屋里。小福宝就坐在软榻上看着沈妃换衣服，时不时的还附和着沈妃的念叨。哎，嬷嬷，这衣服是不是肥了？嬷嬷，这衣服的花纹不是很好看，我喜欢靖王府老夫人吉服上的花纹。夫人，那是王妃才能穿的品级，您和王妃的级别还差得远呢。王妃啊，哎，那算了，唐志玲又变不成王爷，现在就不错了。侯夫人，仔仔，娘穿这一身好不好看？好看，菲菲，好看。干嘛不喊娘呢？你这小子。小福宝鼓起腮帮子，没有开口。算了，不喊就不喊吧，到时候肚子里这个应该会喊的。那也一样。小福宝双眼瞪大，糟糕，忘了菲菲肚子里面还有崽崽了，他要怎么办？嬷嬷，京城有卖全身的镜子吗？咱们府里也卖一块吧。夫人，这种镜子非常难得，90宫里也只有2块，咱们怎么买得到啊？嬷嬷，这个镜子很难造吗？京中就没有商家做吗？这东西也不难啊，只要有玻璃就成。啊，玻璃？哦，没有玻璃。夫人说的是琉璃吗？不是，琉璃造的都是器皿，和玻璃不同。玻璃是用在窗户上的，装上玻璃之后，屋子里都会变得亮堂呢。沈妃看到自己灰突突的窗户，怪不得大白天还这么黑呢，原来是窗纸的原因。李嬷嬷根本不懂沈妃在说什么。嘿，怎么忘了这茬了？夫人，没事，没有玻璃，那镜子也一定也没有了。当然了，镜子非常难得，大禹朝的镜子啊，都是通过海贸运进来的，咱们呀还是不要想了。琉璃的价值很贵，而且方子都在大师家的手里，咱们根本也没有。沈妃双眼亮得吓人，她想要大喊，她会，她知道方法啊！嬷嬷，我想到了发财的办法了。这夫人该不会是高兴傻了吧？刘管事，刘管事。夫人，刘管事去庄子那边了，不在府里。小山，咱们家人太少了，你去买几个人回来。夫人，你想要擅长什么的？擅长做生意、管理作坊的人。我要开一个制造镜子的作坊，你去找人。夫人，会制造镜子的人恐怕很难找到，主要是没有方子。我有方子啊，你去帮我找干活的人，还有擅长经营铺子的管事。是，夫人，这样的人不难。那好，你快去办，我要尽快用上穿衣镜。乔杉离开唐府之后，直接往皇宫去了。这事儿也不小，如果大禹朝真的可以自己制造镜子，那收入将会是非常可观。世家大族的消费能力可是非常高的，皇上一定会动心的。乔杉猜的没错，皇上非常动心，他都要穷死了。他才继位1年多，又遇到南方大旱，北方都护府又在打仗，皇上做梦都想要钱。今日赏赐给沈妃那3000两银子，他都心疼得不得了。这钱是从他的私库拿的，户部更是没钱，现在就眼巴巴地盼着秋收的税银呢。
你说沈氏手里有制作镜子的方子？是，陛下。听侯夫人的意思，她要的还是那种1人多高的穿衣镜。这可真敢想啊！她寝宫里的镜子也不是全身的呀，就是这她都宝贝的不得了呢。沈妃还想要1人多高的？那方子你拿到手了吗？没有。那你回来做什么？沈氏怀疑你了？皇上，夫人想要我买人，擅长静音铺子的人。夫人抱怨府中的下人少，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啊。好，缺人好呀，朕有的就是人了。沈妃，有大好事儿！沈妃此时正在看乔杉带回来的人呢，是2个中年人，年纪在40多岁的样子。沈妃目前对乔杉还是信任的。乔杉和乔宇2人，沈妃已经做了 DNA 实验，是亲兄妹。他正询问2人擅长什么，就听到了唐之灵的喊声。他急匆匆地放弃问话，就往外跑。哎呀，夫人，哎呦，小心点儿，你这还有着身孕呢。唐之灵，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好不好看？好，你知道了，我有了侯爷的爵位。啊，我知道了，皇上把衣服都送来了，我就知道了。我一直没换下来，就是想给你看看，好看吗？好看。不过沈妃，咱们得了爵位，你庄子上的玉米和土豆，怕是都要交给皇上了。没事，皇上喜欢就拿走吧。沈妃拉着唐之灵的手往里面走，小嘴儿还叭叭个不停。其实我喜欢王妃肌肤上的花纹，我觉得那个更好看。可惜你当不了王爷。沈妃叽叽喳喳的声音，院子里的人都能听到。乔杉看着沈妃这样，也是觉得好笑，但也是想补一句：当王爷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我也没想到会是爵位，我本想着皇上会给我升官呢，可是皇上好像并没有这个意思。爵位比升官好啊，这位子还能传给小福宝，划算。你说的对。谋士张光真听到沈妃和唐之灵2人如此的直白，也是摇了摇头。这样的新主子留在他们身边有前途吗？张光真犹豫起来，他看了谭卓一眼，发现这人老神在在的，一点儿也不着急。张光真想到他们离开前，皇上给他们下的命令就是尽力留在唐府。侯夫人小孩心性，且还多疑，喜怒不定，且不按常理出牌，只要2人中能留下1人，就算任务成功。这2人是谁？怎么会在咱们家呀？啊，唐之灵，我想起了一个赚钱的法子，所以就让乔杉去请人回来了。怎么不找年轻的？这2人看着得有50了吧？小年纪，嘴巴还挺毒的。唐侯爷，在下谭卓，今年30有8，不到50。你愿意到府上卖身为奴吗？不愿。谭某身有举人功名，今日来也是想要追随唐侯爷的。你还有举人的功名呀？那完全是可以当官的。夫人，谭卓虽然有举人功名，但是家无田产，无儿无女啊。沈妃明白了，举人想当官也是要花钱的，要有门路的。而且沈妃也懂，她想找厉害的人帮自家做生意，那不能按照奴才的标准找。一般越有本事的人脾气越大，这个道理她懂。那好，谭卓，你就留在府中，跟在唐之灵身边，帮着他出主意。那谭先生就留下来吧。乔杉也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容易，他还准备了一些说辞等着沈妃问呢，没想到沈妃问都没问。张光真这时候也着急了，自己可不能被谭卓给比下去。侯爷夫人，我也不到50岁，我今年才42岁。哦，那你擅长什么？夫人，我什么都会。夫人，这人以前给大户人家管理过铺子，对经商很有天分。哦，那为什么不干了？张光真一时语塞，他能说是被主子派到你们府上当卧底吗？夫人，那家的老主子过世了，新主子不信任他，就把他赶出来了。对，就是这样的。沈妃摸着下巴，狐疑地看着张光真和乔杉，总觉得有点奇怪。那好，你就签了卖身契，留在唐府吧。张光真懵了，这不是区别对待吗？侯夫人，张某不愿意卖身为奴，我……哦，那既然张先生不愿意，我就不留你了。
乔杉，你送张先生离开吧。两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出对方的错愕。沈飞没有在意他们两人，而是拉着唐之灵跟他比划。唐之灵，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到时候可以把咱们家的窗户都换了，换成敞亮的玻璃。玻璃？我就听过琉璃。嘿，这玻璃呢和琉璃差不太多，到时候做出来你就知道了。到时候咱们的屋子会非常敞亮的。唐之灵也不懂，见到沈飞说的兴致勃勃的，也不打断他，就是含笑看着他。张光真这时候见到沈飞是真没想留他，心情更低落了。他比谭卓差在哪里了？为什么他这么轻易的就留下了？侯夫人，请听张某一言呐。张先生还没走呀？算了算了，这就是个毛丫头，今日他就舍弃这张老脸了。侯夫人，请听我一言呐。刚刚是张某没说清楚，要是别人家，张某是不愿意卖身为奴的。可是如今是唐侯府中，张某还是愿意的，愿意为侯爷和侯夫人效犬马之劳啊。哦，那张先生家里可还有什么人？你自卖自身的银子是多少？张某是真心为侯府效力，夫人看张某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吧。你可有妻子儿女？张某有妻有子了，不过他们不在京都，在洛阳老家呢。哦，那就不签死契了。你有孩子，如果你是奴才的身份，对他们也不好。咱们就签5年的契书吧。谢谢夫人。好了，乔杉，你来安排两人吧。是，夫人。沈飞，我发现你对张先生好像很严格。哪有？那为什么对他和谭先生不一样啊？我觉得张先生油滑，不说实话。不过最后一句应该是真的，他有妻有子。哦，那他不说实话，你会怎么做？他要是不说实话，那我就先和他签死契，然后再给他买一个媳妇儿，让他成亲。沈飞的嗓门不小，在外院的张光真听得一清二楚，他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妻子在洛阳老家照顾母亲，养育孩子，他怎么还能娶亲？侯夫人虽然年纪小，但她疑心确实重。除了咱们背后的主子不能说，你最好不要骗人。你当我不知道啊？侯夫人的手段我算是知道了，这人不来暗的，直接是阳谋啊。哦，对了，沈飞，我的同僚知道了咱们家的喜事儿，都希望能来参加咱们府中的酒宴呢。没问题啊，那就在咱们府里办一场宴会。来咱们家的人多吗？应该不多，都是工部的同僚们。那咱们就在花园里办吧，可以吃烤全羊，还有我的辣椒也能吃了，到时候你们可以吃火锅。火锅？哦，是铜锅吗？沈飞点头，他来这里也吃过这里的铜锅，但是没有辣椒，太淡了一些。铜锅也不是不好，就是味道太过寡淡。和我玩得好的那些掌故和书令使都是些粗人，口味呢也比较重。放心，我说的火锅就是辣锅，保准你吃了过瘾。是吗？如此甚好。贾尚书，你们这动静不小呀。是刘尚书啊，怎么有时间来我们工部啊？贾尚书，你们这么大的动静，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些得有2万多两银子了吧？一共28000两银子，都是我们卖兵得的。长安城市面上的半价兵出自你们工部？是我们。你们哪里来的方子？是唐侯爷拿来的，他贡献的方子都是他主导的呢。你呀，还真是老狐狸，竟然把锅甩给年轻人。那也是没办法，这事就他顶得住啊。行了，这些银子我就带走了。老刘，你这就不地道了，这是我们工部赚的银子。什么你们的？这都是皇上的，都是国库的。是，我知道是国库的，可是我们工部的批条已经被你打回来好几次啊，这钱啊正好补上。那不行，一码归一码。大禹朝的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因为这件事吵了起来，
最后还是惊动了皇上。皇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暗道可惜，这治病的方子交到了工部，那就是属于暴露了。工部赚这点银子，也就占了一点先机，不用多久，治病的方子就会传出去。哎呀，这方子要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就能每年卖。皇上想到这里，又气乔杉的消息不灵通，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上报。不过治病的方子一直都是掌握在萧家的，小六是怎么知道的呢？想到萧贵妃跋扈的性子，皇上有些头疼。萧贵妃会不会因为娘家的损失，就把罪怪到小六身上？哎，皇上想到世家就想叹气。铁打的世家，流水的皇帝，就算改朝换代了，世家还是屹立不倒，他们照样享受生活。贾尚书和刘尚书见到皇上在沉思，也不敢打断，但是彼此都很不服气就是了。这钱是工部弄回来的，等放到国库之后，刘爱卿可以优先批复工部的条子。谢皇上。臣遵旨。皇上猜得不错，萧家卖冰的生意影响很大，损失了不少钱。萧夫人直接进宫找萧贵妃了。娘，你说有人抢了咱们家的生意？娘娘，咱们家往年靠着卖冰，在夏季也能大赚一笔。可是今年工部竟然也开始造冰，而且现在方子已经被泄露出去，以后咱们家没办法靠着卖冰一家独大了。萧家的产业不少，虽然没了卖冰的钱影响不大，但那都是钱呐，白花花的钱。娘，那是谁给工部送的方子？您查到了吗？萧家已经查到了罪魁祸首，只不过这人有些棘手。虽然唐之灵是个七品的小官，但是他是皇上亲封的县侯，而且这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升得这么快，可见很得皇上的宠爱。而且唐之灵身后还有个唐国公，这让萧家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出手对付唐之灵。萧夫人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娘娘，事情就是这样，这唐侯爷看着很受宠，咱们家也没想好对策要怎么办，要不要出手？不过就是个小小的侯爷，也敢和我们萧家交办，谁给他的胆子？你出去告诉爹，不用怕，那个唐之灵，我看皇上也没多重视他，而且他也就是个唐国公的庶子，爹有什么手段，全都使出来吧。可皇上那里……我就不相信，我在皇上心里的位置还比不上一个七品官。告诉爹，放开手脚做。好，我知道了。萧夫人离开之后，萧贵妃和身边的大宫女说道：我记得太后娘娘不是很喜欢那个沈氏吗？最近怎么不请她进宫了？大宫女立即明白萧贵妃是什么意思了。奴婢明白，奴婢这就去安排。敢坏我的好事，那你的夫人我也不会放过。别以为你在宫外，我就对付不了你。小山，你说咱们的作坊有什么问题？夫人，咱们的玻璃如果问世之后，那必定引起各大世家和朝廷上的注意。但是现在只靠咱们家的实力，恐怕没办法守住这个方子。哦，那你的意思呢？夫人，属下觉得咱们应该找个大靠山，分一些利润出去。咱们不仅前期的资金有了，还不怕别人找麻烦。哎，你说的也对，只是我认识的人中权力最高的是太后，要不然找她。太后是皇上的生母不假，但太后也牵挂着娘家，恐怕皇上不希望国舅爷的势力更进一步。乔杉没有开口，沈妃就放弃了。太后娘娘虽然对她还不错，但俩人还没有熟悉到可以合伙的地步。沈妃原本没有把玻璃作坊当回事，只是为了便利自己，想要一个穿衣镜而已。小山，玻璃作坊张光真算出来前期的投入要多少了吗？夫人，按照张管事的估算，咱们的作坊建造起来，再加上材料和找的匠人，差不多要1万两银子。沈妃有点钱，但又不舍得钱都是自己出。唉，这大禹朝只有皇上最大，要是皇上和我合作就好了。可惜皇上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要不然有皇上在我背后撑腰，咱们的作坊就不怕了。不过皇上也不会缺钱，应该看不上咱们作坊的小钱。乔杉听到了沈妃的感慨，好几次都想出声回答，皇上也想要钱，他想和你合作。但是乔杉不敢，他怕说出来沈妃怀疑他。
小山，这件事先不急，前期的准备工作你们先做，等侯爷回来之后，我再和他商量一下。是，夫人。乔杉离开之后，还能听见沈飞的感慨：仔仔，你说你爹要是和皇上的关系好点就好了，到时候还可以让他和皇上说一说，这利润都好分的。找他，哪那么容易呀？皇上不是那么好见的。乔杉也是干着急，这是双方都想要的合作，就是没有个好由头，他还不能暴露自己，真是有些难办。唐之灵晚上回来的时候，沈飞就把这事儿和唐之灵说了。唐之灵，我觉得乔杉分析的也对，咱们得找一个靠山，得有人罩着咱俩才行啊，要不然真的容易被别人阴了。唐之灵也点头。现在工部制作出来的冰就这么打眼了，冰是工部牵头做的，都这么招人眼，要是自己生产了玻璃，而且技术还在他们手中，那他和沈飞的日子也没法消停。沈飞，要不然作坊还是不要做了吧？唐之灵，我有一个办法，你看看行不行？好，你说说看。要不然咱们把这方子献给皇上吧，也不和他合伙了，直接给他。我觉得皇上这人吧，还挺大方的。也行，那我这就去写折子。唐之灵离开之后，沈飞想到既然人都买回来了，也不能闲着，于是又把乔杉和张光真叫了过来。乔杉、张管事，我叫你们来是有事要宣布。夫人，您有什么安排？乔杉，你分析的也对，玻璃的事太大，将来牵扯的利益也多，我不打算做了。那夫人是想怎么做？有了这方子不用岂不是很可惜？我和侯爷商量过了，要把房子献给皇上，让他来做吧，咱们家底薄就不做了。乔杉没想到峰回路转是这个结果，张光真顿时汗流浃背。那他要怎么办？这样算是任务结束了吗？可是他欠了5年的卖身契呀。谭卓倒是自由身，到时候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可是他怎么办？夫人，您把方子捐出去，不觉得可惜吗？有什么可惜的？既然自己知道没能力守住，那么不如干脆放手。张管事，你也不必气馁，我有其他的生意要做，你还是有事要忙的。夫人，您又有什么好点子吗？我想好了，这一次咱们造纸。造纸？张光真很好奇，大禹朝已经有纸了，这次的规模要小一些，应该不会被盯上。咱们造厕纸，那种柔软的纸张，如厕的时候使用的。这跨度是不是太大了点儿？乔杉还真没多重视厕纸，毕竟这东西大禹朝已经有了。沈飞会想做这个，也是用不惯如厕的纸，太硬了，那感觉让沈飞很难受。他空间实验室中剩下的纸已经让他用光了，那么为了以后过得更舒服，柔软的厕纸必须造出来。行了，你们先下去吧，张管事选好的地方，房子继续建造，以后就用来造纸。是，夫人。诸位爱卿，接到800里加急，北静王重伤，生死不知。虽然突厥已经撤兵，但如果北静王受伤的消息走漏，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几位爱卿有什么好办法呀？几位大人纷纷把目光看向兵部尚书陈景，毕竟打仗的事情他最有发言权。启禀陛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派有能力的主将去安北都护府。陈爱卿觉得何人适合呢？微臣觉得可以派唐国公北上。唐国公曾和先帝一起打败过突厥来袭，此次有唐国公前往，一定可以稳住安北的局面。好，传唐国公觐见。大太监急匆匆地出去传人，之后皇上又和几位大臣商量一下粮草等事宜。唐国公深夜被传召进宫，也猜到了北地的情况有变，但他还不知道严重到了如何地步。微臣唐志忠参见陛下。唐爱卿，这是北地传来的消息，你看看吧。太监把折子递给了唐国公，唐国公飞快地看完了，也清楚皇上找他的原因了。虽然知道这消息是真的，但心里还是觉得时机有些巧了。他才把人送走，皇上就派他去北地接替北静王，这里面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微臣愿意前往北地接替北静王。好，很好。唐爱卿，
安北都护府就交给你了。翌日，唐之陵的折子递上去之后，皇上很快就收到了。唐之陵有了谭卓的指导，这次上的是密折，因此方子就算写在里面也不会被人看到。皇上虽然时刻担心着安北的战况，但是来钱的买卖也不能放弃，他也是很重视玻璃作坊的事。皇上在唐府安插了眼线，知道是沈妃提议把方子献给他，觉得沈妃更是深明大义的人。丰宝，玻璃的事找个能人，按照方子上的方法好好的研究一下，尽快造出来。还有那个镜子，也要加快速度。是，陛下。唐府，唐国公动身要去北地打仗，唐夫人知道后心里就不是很踏实。国公爷，这次皇上怎么派你去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好好把家里管好就成了。老大的年纪也不小了，还没有作为。我这次带老大一起去长长见识吧，也锻炼锻炼。国公爷，智轩可是世子啊，怎么能去战场？你这不是想要他的命吗？老大留在府中也可以，那老二我带走了，他本就是武将，如今才是正六品的中郎将，官职低了些，我带在身边亲自教导，也能让他长些本事。行，听国公爷的安排。行了，我还有事要安排，你先离开吧。唐夫人见丈夫这么冷漠，也有些气愤，一甩帕子离开了。唐夫人离开之后，一名黑衣人立即现身。主子，这次把隐藏在暗处的人马都带着，可以慢慢的融进北上的队伍中。主子，这是机会吗？还不确定，但是箭在弦上，由不得我了。按我说的办。是，主子。唐国公出征之日，唐之陵和沈妃一家三口也来了。老三，你是不是介意我把你分出去了？所以分家之后就很少回唐家。父亲，并没有，孩儿从来没有怪过您。啊，没有就好。然后唐国公又转头看了沈妃一眼，就是这个妇人，本来还想打探一番她是否发现了玉儿的存在，现在也没机会了。父亲，您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老三媳妇儿，我离开之后呢，希望你敬重婆婆，也要时常回去给你母亲和祖母请安。你们虽然分出去了，但唐府永远是你们的家。还有，也劝着点老三，别让他和家里生分了。沈妃错愕，唐国公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觉得唐之陵是因为自己才和唐府生分的？简直是冤枉人呢！父亲，我和夫君可从来没有和府中人生分呀，我也是想和母亲亲近亲近的，可就怕母亲不愿意见我。老三媳妇如今也是侯夫人了，自然是没时间侍奉我这个婆母的。哎，还请母亲不要怪罪，我也是肚子里这个小家伙太闹腾了，我这身子也是疲累的很，否则也是会去时常给母亲请安的。你肚子里的小崽子恐怕都没有花生米大小呢。唐国公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沈妃之后，就对上了小福宝圆溜溜的眼睛。唐国公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小福宝了，他长大了不少。唐国公看到这张脸，有片刻的愣神。这孩子和那人长得太像了，不过这也不是坏事。唐国公罕见地露出笑容，亲切地道：小福宝，来，让爷爷抱一抱你。李嬷嬷看了一眼沈妃，见她没反对，于是把小福宝往唐国公怀里送了过来。唐国公是武将，身上的杀气也是很重的，小孩子真的很少亲近他，有的小孩子甚至都是怕唐国公的。可是小福宝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他被送到唐国公怀里，非常安静。你这小子好胆色，真是我的好孙子。谁知道小福宝直接伸出小胖手，一巴掌拍在了唐国公的脸上，一时间场面非常安静。唐国公的笑容也收起来了，他威严地看着怀中的小孩。父亲，这孩子还小，不太懂事，请您别怪他。说完就想从唐国公的怀里把小福宝接走，但唐国公的手臂很紧，明显没有放手的意思。唐国公此时的气势都已经变了，变成了战场上那种杀伐果断的大将军。
可是小福宝还是很平静，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唐国公。嘿，好，还真是我的好孙子。唐国公把小福宝还给了唐之陵。原本是送亲的队伍，因为这一巴掌，气氛有些诡异。但好在此时的人都是唐家的几个人，没有让外人看到。唐国公又交代几句之后，就带着唐之义翻身上马，直接离开了唐府。二少夫人眼泪婆娑地看着唐之义，心里很不舍。她不明白公爹这次出征为什么要带着夫君去。母亲，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唐夫人本想讽刺几句，但想到唐之陵现在的身份，又把话咽了回去。回去吧。唐之陵抱着小福宝，带着沈妃也离开了唐府。母亲，老三的孩子教得真差劲，竟然还敢打父亲。哼，都是他自找的。老三的小崽子也不是个好惹的，竟然敢伸手。不过你父亲也活该，竟然还敢认人家当孙子。唐府永寿堂。他走了？国公爷带着二公子离开的。南马庄那边的人听说这次全都出动了，都随国公爷一起出发了。王贵啊，派人好好盯着那庶子，我感觉他会行动。是，老夫人。老夫人，听说老三的媳妇又怀孕了。唐之陵那小子不用管他，也是个小可怜，管好其他的小崽子就可以了。是，老夫人，四少的年纪也到了呢。那就盯紧点儿，该给他吃的就给他吃了。是。蔡嬷嬷离开之后，唐老夫人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她每日在永寿堂，别人都以为她在诵经念佛，可这不过是她对外的说法罢了。唐老夫人想起出意外的长子，眼中划过冰冷。宗儿，你放心，娘一定会带着你的仇人去见你的。唐之陵，咱们请客的帖子你想好了都请谁了吗？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你定下日子呢。那就定在3日之后吧，怎么样？可以。这一次你也给靖王府的江竹月下帖子吧，我想见见那个小姑娘。好，那我尽量把她请过来。最好也把江家大小姐也一起请过来。好。3日后，唐家的宴会如期举行了。这一日正好是官员放假的日子，所以工部的官员都带着家眷来到唐府。侯夫人，关夫人到了。沈妃已经做好了准备，自然知道关夫人是谁，这正是唐之陵顶头上司的夫人，那要好好招待。关夫人，欢迎欢迎，来这边坐。在关夫人来之前，已经有些夫人来了，世子夫人和二少夫人也都来了。他们毕竟都是沈妃的妯娌，不来说不过去。这次唐之陵宴请的都是年轻人，就是来做客的人家也都是小媳妇，至于老夫人那些级别的是不会来的。世子夫人对沈妃还是有好感的，所以在场中也会帮着沈妃控场。世子夫人毕竟是伯爵府的嫡女，礼仪规矩都学得非常好，所以来的女客就有世子夫人帮着沈妃招待，陪着这些女眷聊天。沈妃也在暗中学习。夫人，靖王府江竹月、江竹妃到了。沈妃的眼睛一亮，大嫂，你帮我招待一下，我去就来。放心，你去吧，这里交给我。沈妃点头，直接离开了。大嫂，你为什么要这么帮着三弟妹？咱们都是唐府的媳妇儿，这老三家出丑，别人同样会笑话国公府。二弟妹，我帮着三弟妹就是帮着我自己。这个大嫂还真是喜欢多管闲事儿。三嫂，真是好久不见了。是呀，我也一直想见你呢，可是你好像一直都待在府中不出来。沈妃轻拍江竹月的肩膀，实际上把她衣服上掉落的头发收到了空间里。她今日一定要把这些人的头发收集全了。三嫂好。三嫂，这是我的大姐江竹妃。是，江妹妹呀，欢迎欢迎，请跟我来。沈妃带着2位小姑娘往年轻小姑娘的席位引去。到了凉亭那边，沈妃装作不在意地拔了江竹妃的一根头发。抱歉，我的手刮到你的头发了。没事的，三嫂。沈妃提前准备的小蛋糕和奶茶都是开胃菜。等到仆人把刷上酱料的烤全羊抬上来的时候，众位夫人都是吃惊的张大嘴巴。
这烤全羊，我们请了巨福楼的大厨亲自来烤的，姐妹们可以敞开了肚子吃。除了烤全羊，咱们还可以涮火锅。今日吃的火锅和平日的铜锅不一样，我特意加了一种调料，那就是辣椒。有了这个调料，涮火锅吃起来才更有味道呢。哎呦，唐侯夫人，这火锅的味道还真是吸引人呐。这些夫人吃了不少甜的，现在上了咸味的火锅都有了食欲，于是纷纷的来到了就餐区。三弟妹，这要是不能吃辣的，可怎么办呀？大嫂不必担心，这边还有清汤锅，但清汤的味道没有麻辣的好。这位夫人可以先尝尝辣锅的味道，再决定吃哪一锅。此时，皇宫内也按照沈妃宴会准备的菜单，在宫里摆了一桌。这次皇上把几个皇子叫来，和他一起品尝。父皇，这锅长得怎么这么丑啊？这底下是放炭火的。好了，别管锅了，还是吃吧。皇上率先夹了一片羊肉放在嘴里，当吃到辣椒的味道，皇上就感觉一股热气。这东西吃多了还真热呀。等等，这个辣椒要是送给北地的将领更合适啊。沈妃并不知道皇上又惦记上了他的辣椒。宴席结束之后，众位宾客也都是纷纷离开，也都带上了沈妃准备的火锅底料。沈妃这波操作也算是别出心裁的伴手礼了，夫人们也都挺满意的，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上了马车。沈妃非常感激世子妃，除了送给她吃的，还送了2瓶她自己研制的护肤水和乳液。大嫂，这护肤水和乳液你拿回去用，这是有美白功效的，你回去擦在脸上。诶，你这小脸这么白净，是擦了这个的原因吗？是呀，大嫂，我那时候才从北地回来，多黑呀。大嫂，你现在再看看，是不是白了？那就多谢三弟妹了，我就收下了。大嫂用的好了，我以后再送你一些。好。二少夫人贾氏眼巴巴地看着两人，听到那东西还能美白的时候，就更眼热了。她也是目光灼灼地看着沈妃，想着都是妯娌，不能厚此薄彼呀。二嫂，这罐子你拿回去吃吧，我看你今日吃了不少，应该是喜欢吃的。等等，这就没了？那美白的不给我一份吗？还有，三弟妹这是讽刺我能吃的意思，是吧？怎么还不走？三弟妹，那我们先离开了，以后再聚。好的，大嫂、二嫂。众多宾客都送走之后，这些训练有素的丫鬟已经都把院子收拾好了。沈妃看着这群临时租的下人，很满意。小山，这些人真不错，手脚麻利的很，又懂礼貌。这几个咱们家都买下来吧。这人能不好吗？这都是为了皇上调教多年的人，要是别人和皇上抢人，乔杉一定会拒绝。但这人是沈妃，乔杉就算没有禀报给皇上，但他估计皇上10有8、9会同意。夫人，属下这就去问问衙人，给您答复。好，那你就去问问吧。沈妃一下子想到空间里的头发，就急忙跑了回去。小福宝已经睡着了，今日他和一群小孩玩，也是精力都耗尽了。唐之灵今日也被灌了不少酒，人也是迷迷糊糊的。沈妃没有管俩人，自己进了空间做实验。她也不是说一定要认回亲生父母，就是想知道自己的猜测。她把江竹月和江竹飞的头发做了实验，果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沈妃有些激动，又把自己的数据和江竹月的比较，两人是亲姐妹。这一刻，沈妃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她是江家的孩子。可是这个实验结果没办法说服别人，想要证明自己是江家的孩子，还需要众人能相信的证据。他说什么 DNA 实验或者亲子鉴定，一定会被人打出来。沈妃想到了芸娘和她的孩子，立即又把江竹月和江家父子做了实验。但江竹月不是沈富贵的孩子，却是沈大宝的姐姐。我操！沈妃无语至极，这芸娘还是女版海王啊，这没看出来啊。生了3个孩子，竟然3个父亲，还真是厉害。看来要把这芸娘带出来，好好的问问了。沈妃觉得好笑，无论是昌安侯府还是北境王府，好似都在芸娘的手掌之中。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她就只是个普通的妇人吗？沈妃心里非常疑惑，她心里有个谜团。沈妃待在实验室好长时间没有出来，总感觉是漏掉了什么信息。
他直接来到了书房，开始在纸上写着众多人物的关系。他最先写的是他、沈凌香、江竹飞的人物关系，然后在3人的背后写下了真实的人物关系。沈飞身后是北静王，沈凌香是昌安侯府3房，江竹飞的老爹魏之。芸娘自己的丈夫，沈飞觉得就是个障眼法，因为他很少在家。那么从他先后在江家、孙家，最后来到了唐家，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猫腻？芸娘反复在这3家横跳，还来去这么自如，是不是有人在他身后撑腰？他在唐家的大厨房做事，真的是那么单纯吗？沈飞看着江竹飞老爹那里是未知，他一拍脑门，他要再进空间做一下实验，验证一下他的猜测。沈飞拿出江竹飞和唐国公的样本做了 DNA 实验，这结果让沈飞瞠目结舌。他没想到江竹飞真的是唐国公的亲女儿。沈飞觉得唐国公和芸娘2人可以说是大禹朝海王与海后的存在了。唐之灵睡醒了，于是也起来了。他到处找沈飞，终于是在书房才找到沈飞。你怎么来书房了，沈飞？到处都没找到你。唐之灵，我有了大发现。沈飞的声音不小，让前来向他禀报消息的乔杉脚步一顿。他没有进来，而是站在院子里，尽量的靠近书房。哦，有结果了吗？你和江竹月是什么关系啊？我做了实验，我和江竹月是亲姐妹。表妹竹月也说过，你和她祖母长得很像。可是你要是江家的女儿，那江竹飞又是谁？为什么她替代了你？唐之灵，你绝对想不到江竹飞的身世。难道说你知道了？哎，不对呀，你也是今天才看到她的呀。因为我聪明啊。唐之灵，你知道吗？江竹飞是你那个假爹的女儿。什么？你说唐国公？没错，就是唐国公。外面偷听的乔杉险些站不住。侯夫人怎么知道这么多？怎么感觉比他们这些暗卫的本事还强啊？还有最重要的是，唐侯爷和侯夫人是怎么知道唐侯爷不是唐国公的孩子的？皇上一直都避免和唐侯爷见面，就是怕他会联想。怎么会是他呀？来，你看看我画的人物关系图。唐之灵仔细地看着上面的人物关系。你说江竹飞是唐国公和芸娘的孩子？是的。唐之灵啊，这事要不是我，谁都理不清这个人物关系。沈飞，你确定你用头发做的实验万无一失，结果一定准确的吧？我敢保证，没有比这更准确的结果了。那这么说的话，唐国公就很可疑了，他竟然不止一个孩子在外面。你说唐国公是不是自己被人戴了绿帽子，报复社会啊？报复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心里有疾病，别人给他戴了绿帽子，他报复回去，去睡别人的媳妇儿。唐之灵怪异地看着沈飞，这丫头还真能想啊，这天马行空的想法10匹马都拉不住。不过这都是我猜测的啊，我就是觉得你那个假爹不正常，还有那个芸娘也很厉害啊，她生了3个孩子都不是一个爹，这女人也是厉害的很呢。芸娘是那个在昌安侯府的奶娘是不是？对，就是她，是她先把我和江竹飞换了，然后4年之后又把我换给了陈氏，替陈氏的女儿沈凌香发配到了北地流放。这么算起来，就我最吃亏了，我受了这么多苦呢。沈飞想到了原主，心里就很不好受。原主虽然是死于难产，没有死在北地，可是这一切都是芸娘造成的。要不是她，原主也不会好好的郡主不当，在苦寒的北地遭罪。沈飞，现在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你要去靖王府说吗？他们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你说江竹飞是假的，就要拿出证据来。唐之灵，我其实不是很执着认回亲生父母，而且我的亲生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沈飞在确认身份的那一刻，就放弃了靖王妃是他老妈的事实。靖王妃就算是和他老妈长得一样，那也不是他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靖王妃没有孩子，从来没有生育过。怎么了？你又想什么呢？唐之灵，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和唐家有关的人就没有孩子呢？什么意思啊？我是说靖王妃，她成婚多年就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看唐侧妃都还生了一个姑娘呢。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靖王常年在北地，夫妻见面也很少，没有孩子很正常吧？沈飞还是摇了摇头，不对劲儿。他听过江竹月说过，他小的时候靖王很宠他的，那代表着从前靖王是在京城的，而且按时间来算，那时候北地还是唐国公镇守的。沈飞和唐之灵两人嘀嘀咕咕半天，乔杉却是吃瓜吃到撑。乔杉没想到沈飞平时这么懒的一个人，也不出门就能知道这么多东西，而且这脑袋也敢想，推测出来的东西还真是8、9不离10，至少唐之灵的身世就已经接近真相了。听着夫妻俩在密谋怎么能拿到皇室人员的头发，乔杉就开始冒冷汗。乔杉今日知道的消息太多了，听到后来这俩人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之后，就悄悄地离开了唐府。启禀皇上，臣有事禀报。说吧，是什么事儿？皇上，唐侯爷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什么？是唐国公告诉他的？不是唐国公，是唐侯爷和唐夫人自己做了什么实验，只用1根头发就能知道两人有没有血缘关系。胡闹，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可能是这么知道的，你去好好查一查，唐之灵是怎么知道自己是皇子的？皇上，唐侯爷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不是唐国公的亲儿子，但他的亲生父亲他不清楚。皇上松了一口气，不知道还好，那影响也不大。皇上，但是唐侯爷和侯爷夫人他们怀疑唐侯爷的亲生父亲是给唐国公戴了绿帽子的人，这几人可能是皇亲国戚，几位老王爷也在他们的怀疑目标中，还包括您和先帝两人。皇上，您没事吧？皇上，这无事，没必要惊慌。是陛下。他们为什么怀疑那人是朕啊？皇上，据臣听到的缘由是皇上提拔唐侯爷的速度过快，侯夫人说您对他们家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您的年龄合适。这是什么鬼逻辑？然后呢？他们想要怎么做？侯夫人想要唐侯爷尽量弄到皇子或者皇上的头发，只要有这些就能验证出来是否有血缘关系。皇上很想反驳，这简直就是胡闹。可是莫名的想起来，他第一次进小福堡的时候，那小孩就狠狠地薅了一把他的头发。难道那时候他们就怀疑了？不对，要是那时候就怀疑了，他们就不像现在还想着要他的头发了。不过皇上觉得这小夫妻俩在孩子面前一定没少提薅头发的事儿，否则那小子不会这么做。乔杉，你觉得沈氏那个头发试验可信吗？难道真的比滴血验亲还好用？启禀皇上，侯夫人根据这个方法查到了他的真实身份。哦，沈氏不是孙福奶娘的孩子吗？皇上，那个奶娘的来历也不简单，她叫芸娘。据侯夫人的实验结果来看，芸娘生的3个孩子有3个父亲。这么说，沈氏的父亲不是长乐村那名农人了？皇上，侯夫人不是芸娘的亲骨肉。侯夫人说她和靖王府的2小姐是亲姐妹，侯夫人应该才是靖王爷的亲女儿。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皇上漫不经心的表情都收了起来，变得严肃无比。侯夫人是这么说的，而且现在靖王府的大小姐江竹妃是芸娘和唐国公的亲女儿。皇上揉着太阳穴，这也太乱了，这一个个的都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喜欢和孩子玩吗？秋山，这一切不过是沈氏的猜测，我希望你尽快查出事情的真相，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是否隐藏着秘密。是，陛下。乔杉离开之后，皇上试着捋顺这层关系。无论是过去长安侯府的孙家，北境王府的江家，国公府唐家，这3家在10多年前可都是显赫的家族。皇上总觉得这3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3家之间是否有什么秘密？片刻之后，皇上突然睁开了眼睛，他在3家之间写了一个楚。
这不仅是三家的关系，还和他们皇家有关。看似是局外人的皇家才是最重要的核心。皇上在纸上写下唐之灵的名字，小六可是养在了唐家呀。还有长安侯府孙家，10余年前被抄家流放，有没有唐国公的手笔？看来这唐国公所图甚大呀。皇上盯着最中间唐之灵那一处，想到他也是先帝的儿子，皇上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来人啊！2名暗卫直接出现。去国公府把那个叫芸娘的人抓起来，好好的审问。记住，悄悄的，不要惊动其他人。是，陛下。乔杉，是这样的，我有个事要吩咐你。夫人，您有什么吩咐啊？你去唐国公府把芸娘偷出来，能办到吗？乔杉也怀疑皇上会派人去抓芸娘。夫人，这芸娘是何人？我给忘了，这芸娘啊是大厨房的厨娘，你偷偷潜入唐府，把人给我偷出来就行。我有话要问，问完了你再偷偷的送她回府去就行。乔杉很无奈，他觉得沈妃真是太天真了。不过乔杉也没反对。是夫人，属下这就去。乔杉，国公府外有人把守，你千万小心。对，要是国公府看守严，或者你打不过人家，你就放弃，不要冒险，千万别受伤。乔杉的心里有暖流划过，夫人虽然不太靠谱，但是心地还是很善良的。是夫人。此时靖王府，今日去老三的府上，怎么样？娘，你都不知道，三表嫂真的很不错，准备的吃的我也很喜欢吃，我还挺喜欢她的。哦，看来你对沈氏的印象还不错。我看到三表嫂就觉得很亲切。亲切？我记得你从前不是喜欢你三表哥吗？现在他娶了别的女人，你竟然是这个感受？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也不喜欢三表哥了，我现在啊更喜欢三表嫂呢。娘，你知道吗？今日有人说我和三表嫂长得很像呢。哦，你们长得很像？有一点吧，三表嫂长得更像祖母一些呢。你说的可是真的？是呀，三表哥成亲那日，三表嫂的盖头掀起来之后，我就发现了。唐侧妃想起府中下人嚼的舌根子，心里有些异动。或许府中那位还真是个冒牌货呢。唐侧妃想到这里就很兴奋，嘴角都勾起了弧度。娘，你高兴什么呀？好了，天色也不早了，你赶紧回自己的院子吧。好。娘，我没事的时候可以去三表哥家里玩吗？可以，但是去之前要有我的许可才行哦。好的，娘。什么？任务失败了？陛下，国公府的护卫众多，属下2人不敌。皇上看到暗卫身上的伤还不轻，看来唐国公留下的人都很厉害。好了，朕知道了，你们先下去吧。是，陛下。皇上想起上次去国公府偷小福宝进宫，也是护卫亮出了腰牌才把那孩子带出来的。皇上的心沉了沉，看来事情还真的往坏的那个方向走去。皇上想到派往那几个都县的将军还没找到，心里很是郁闷。唐国公是个硬茬，北地更是重中之重，如果父皇还在，他会怎么选择呢？皇上，夜深了。派人去唐侯府把小福宝偷出来，朕想见见那孩子。是，陛下。小福宝今日是自己睡的。半夜时分，唐府院落出现了黑衣人，乔杉、武丹、武阳都发现了，急忙出来。黑衣人见状，急忙把腰牌亮了出来。皇上要见福宝少爷。乔杉3人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孩子我来抱，我和你们一起进宫。好，大哥，咱们要不要告诉主子啊？就算告诉了2位主子，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大哥，可是我们是公子的人。武阳沉默着没有说话。这都是第2次了，他还记得唐之灵上次的话。他现在矛盾极了，他知道皇上不会伤害小福宝，也知道就算他和武丹一起出手也阻挡不了，这是他和武丹的无奈。他们本就是皇家派来的人，其次才是公子的人。把孩子带进来。乔杉直接抱着小福宝走进大殿。
皇上看到小福宝从龙椅上走了下来，走近了一些，他近距离地看着小福宝，仔细地看着小福宝的小脸儿，嘴角露出了笑容。看到这孩子，皇上自己竟然能安心一些，皇上也是觉得奇怪。把孩子给我。乔杉把小福宝递给皇上，小福宝也没有挣扎，伸出小胖手向皇上够去。你们都下去吧。是，陛下。皇上抱着小福宝，感受他热热乎乎的小身子，心里安定一些。虽然知道小福宝听不懂，皇上还是不自觉地念叨着：安北都护府还是要选一个人牵制唐国公，如果唐国公真有反心，也能有人迅速制服他。靖王要是没有昏迷，他倒是个人选，就怕靖王府和唐国公早有勾结。唐府的嫡女可是嫁到了靖王府，靖王也有几分可信，可就不知道了。要是你娘说的对，那么靖王爷还是你外公呢。皇上把小福宝放到龙椅上坐着，像是和小福宝聊天，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说话。皇上这时候拿来了几张纸，上面写了几个人的名字。今日需要你这小子帮朕这个黄伯父一个忙，看看选哪个人去牵制唐国公合适啊？这是栾志勇、全胜瑞、崔文斌、詹修勇4个人，你看看哪个人合适？一会儿看你的手气，抓到哪人就选哪个人。小福宝不屑地看了皇上一眼，叹了一口气，淡淡地开口：崔文斌，崔家。皇上吃惊地看着小福宝，这小子能听得懂？崔家。栾志勇是南方人，去了北地很有可能水土不服。全胜瑞和詹修勇2人，全家过去就是唐国公的部下，不知道他们的交情深不深呢。詹修勇这个人听说有点莽撞，唐国公心思细腻，可能不是唐国公的对手。崔文斌，崔家武将世家，到了崔文斌这一代，人才凋零了，崔家已经做了好些年的冷板凳了，不知道父皇当初为什么没用他。不过崔文斌才30岁，正值壮年，身体素质不错，而且崔家有祖传的崔家枪，崔家先祖还曾和先祖打过江山，底子是不错的。崔文斌的枪法听说也很好，真和唐国公打起来，不会吃亏。照这样看，好似还真就这人合适啊。这个人选不错，不错呀。皇上原本以为小福宝只是随意说说的，现在分析下来，崔文斌确实是个好人选。崔家的人你认识？小福宝怔愣片刻，没有回答。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小福宝这时候选择隐瞒了，就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看着皇上。我知道你能听懂，不说话我就打你屁股。小福宝哼了一声，伸出小胖手直接薅了几根头发下来。皇上想起乔杉的禀报，知道沈氏就喜欢拿头发做实验，现在这小子又来薅他的头发，那就说明这小子什么都懂。你是何人？小福宝没搭理他，无辜地看着皇上。回家。皇上急忙把那个荒谬的想法压了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他不过是个早会的小孩罢了。小福宝现在也不敢太放肆，他怕自己被当怪物给烧了。皇上想起头发，就想从小福宝手中拿出来，但是小福宝就是不松手。不给，宝的。皇上看到小福宝无理取闹的样子，也是觉得好笑。他刚刚一定是魔怔了，怎么会有那么可笑的想法？这小子怎么可能是父皇呢？看来是我想多了，你还是个小娃娃。但皇上是不想要沈妃和唐之灵知道真相的，所以最后还是强制的把小福宝手中的头发扔掉了。他是皇上，是真命天子，
就是头发也是宝贵的，怎么可以给别人做什么实验呢？要是把他的龙气搞没了，可怎么办？最后，小福宝一副要哭闹的样子，让皇上也没了办法，只能让乔杉送小福宝出去了。小福宝窝在乔杉的怀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李贵人和张贵人都怀孕了，还有2个月也快生了，怎么着也能有个皇子。到时候让小福宝来当伴读，朕就可以经常见到他了。皇上越想越觉得可行，就这么办。小六2口子都是文盲，小六文章是狗屁不通，沈氏更是个棒槌，写的字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乔杉说过，沈妃闲暇的时候竟然还亲自教小福宝学习。皇上想到这里就恶寒不已，小福宝这么聪明，可不能被沈氏那妇人给耽误了。哎呀，3皇子真是太大了，如今已经9岁了，让一个1岁的小娃娃给他当伴读，太违和了。老3要是年纪小一点就好了。皇上想到2位贵人和后宫的手段，喊道：来人啊！陛下，老奴在。李贵人和张贵人都快生了吧？这2胎一定要保住，你吩咐下去，让人盯着点，我不希望出现任何的意外。是陛下。小福宝被带回来的时候，武丹和武阳都松了一口气。小福宝被带走之后，武丹和武阳的心就一直受着煎熬。现在人安全回来了，他们的负罪感终于是少了点。小福宝在回来的路上实在太困了，已经睡着了。乔杉把小福宝放在床上，盖上小被子之后才离开。刚走出门就对上了武丹和武阳的视线。你们跟我来吧，武丹、武阳，咱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想必你们已经发现了吧？是，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想必你俩也发现了，我和乔宇2人是在侯爷被刺杀之后才进府的。我们的目的和你们一样，就是保护侯爷一家3口的安全的。包括侯夫人和福宝少爷？是，侯夫人和福宝少爷同样重要，在我们的任务中，他们和侯爷是同等地位。小福宝他们可以理解，但是沈妃这么重要，2人是没想到的。其实要不是夫人太多疑，这次进府保护的人会更多。不过也不用担心，在宣阳坊附近也隐藏了一些人手的，只要唐府有异动，那些人就会过来。小山，皇上除了让你保护公子一家，还有其他的任务吧？是，除了这个，皇上还对侯夫人那些奇奇怪怪的方子感兴趣。乔杉，皇上为什么总喜欢偷偷见小福宝啊？乔杉怎么会说？不清楚，可能就是喜欢吧。总之小福宝在皇上那里不会受一点伤害，你们放心。现在小福宝自己能听懂话了，你们不信可以自己去问。好，我们知道了。3人达成了共识，全都是松了口气。武丹和武阳的内疚少了，乔杉也是不担心暴露了。第2天清早，沈妃醒来之后，唐之陵已经去上职了。沈妃伸个懒腰，想到昨晚没抱着儿子睡，就麻溜着起身，梳洗打扮之后来到了小福宝的房间。见到小福宝还呼呼大睡，像个小猪崽儿一样。沈妃想到小福宝昨天傍晚就开始睡了，怎么到现在还没醒？这睡的是不是太多了？仔仔，起床了！仔仔，小福宝翻着小身子换了个方向继续睡。沈妃心想，这小子是不是生病了？起来啦，吃早饭。小福宝还是不动，这次还把小胖手放在了耳朵上。仔仔，起来了，有蛋羹吃呀。小福宝就这样被沈妃强制开机了，往日圆溜溜的大眼睛现在都是半眯着的。他睡眼惺忪地看着沈妃，见到他关爱的眼神也是很无奈，但他真的是很困呢。昨晚他真的没睡多少觉啊。沈妃看着小福宝眼睛半睁着，可吓了一跳。她急忙抱着小福宝快步走了出去。嬷嬷，快去请大夫，小福宝生病了。哎呀，夫人，福宝少爷怎么了？嬷嬷，仔仔平时都很活泼的，今日整个人都特别的蔫儿。哎呀，明月，快去请大夫来。明月听到吩咐，急忙出去请大夫了。乔杉听到小福宝生病了，也不敢耽搁，急忙去了对门，吩咐了几句。
然后就有人飞快地往皇城赶去。等太医来的时候，府中请的大夫刚刚离开。哎，陆太医，您怎么来了？陆太医刚想解释，就被乔杉岔了过去。陆太医是来给府中的主子把脉的吧？我家夫人正好有了身孕，陆太医里面请。李嬷嬷狐疑地看着乔杉，总觉得他今日怪怪的。皇上看重唐侯爷，我今日来就是给唐侯爷的家眷请个平安脉。哦，那好，陆太医，请里面走。夫人，这是宫里的陆太医，来给您和福宝少爷请平安脉的。有劳陆太医了，您先看看小福宝吧。陆太医第一次见到小福宝，他现在完全明白皇上着急的原因了。这孩子一定是和皇家有关了，没准儿就是皇上的孩子，要不然不会长得这么像先皇。难怪唐侯爷升官如此迅速，是因为替皇上养了孩子。夫人，请把小公子的手放在脉诊上。沈妃照做。虽然之前来了一个大夫说小福宝没事，就是困了，但沈妃还是想要小福宝给陆太医看看，来一个双保险。陆太医看了一会儿才开口问道：小公子有什么症状？沈妃把早上小福宝的样子描述了一下，最后陆太医也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答案。小公子身体很健康，现在没有精神，就是没有睡饱。那就好，谢谢陆太医了。小福宝此时又闭起了眼睛，沈妃急忙让李嬷嬷把孩子送了回去，然后又把自己的手腕放在脉诊上。夫人，您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了。我确实是怀孕了。那夫人可有什么不适？陆太医压下心中的疑惑，尽量当一个称职的好大夫，实则内心也是很震撼的。侯夫人现在的孩子想必是唐侯爷的，那皇上知道侯夫人怀孕会不会生气啊？陆太医已经在想要怎么答复皇上，他才不会生气了。我都挺好的，能吃能喝的。陆太医，你是太医，你能知道我这一胎是男是女吗？我只是太医，又不是神仙，这时候怎么能知道？侯夫人，现在还看不出来，要过一段日子才行。那好吧，今日有劳陆太医了。侯夫人客气了。要送走陆太医的时候，沈妃犯了难，请大夫可以给钱，给陆太医钱有点打脸了。最后沈妃想了想，还是让彩霞拿了一罐子火锅底料。陆太医，感谢您今日来，这是我们福宝斋新研制出来的，吃锅子的时候放进去，味道就很好的，您带回去尝一尝。谢侯夫人，那我就收下了。陆太医刚一回宫就被请到了太极殿。皇上之前见了崔文彬，君臣两人单独谈了很久，并且给了崔文彬一道圣旨，让他在关键的时候使用。最后崔文彬是斗志昂扬的离开的。小福宝的身体怎么样？是什么病啊？启禀陛下，小公子没病。没病？到底怎么回事？陆太医，你仔细说说。陆太医就把沈妃说的话学了一遍。也是侯夫人关心则乱，小公子只是太困了，没睡醒，才没精神的。作为偷孩子的本人，皇上有些尴尬，他摸了一下鼻子，这事儿是他的责任。没病就好。皇上又心虚又尴尬又没话找话地问道：侯夫人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给她请脉啊？陆太医的心就是咯噔一下，皇上竟然这么关心侯夫人的身体，难道那小公子？陆太医不敢想下去了。哎呀，这皇家真是乱呐！陆太医，皇上见陆太医吞吞吐吐的，就不是很满意。难道沈氏的身体有毛病了？不是说怀孕了吗？难道是孕象不好？不是说每日像猴子一样活泼吗？皇上现在按照沈妃提供的方子，玻璃已经造出来了，就是面积不是特别大，要想整块都非常大，还要再继续研究。这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进展，皇上还是很重视沈妃的。启禀皇上，侯夫人的身体没事，就是怀了3个月的身孕了。那以后你就常去唐侯府，给他们一家都请平安脉吧。
皇上还真是爱屋及乌啊，就连唐侯爷都照顾上了。皇上并不知道陆太医的猜测，否则一定会气得跳脚。陆太医离开之后，皇上又想起了有问题的芸娘。来人，去把芸娘的丈夫一家全都抓回来。还有，用个法子把芸娘从国公府引出来。还有，派几个探子混入国公府。是，陛下。皇上内心深处并不想唐国公出问题，他希望一切都是他多想了。唐国公作为两朝的老臣，他如果有异心，皇上不知道朝中的大臣被他渗透了多少人。皇上想到这里，眼中闪现戾气，感受身体的不适，吩咐道：冯宝，把朕的金丹拿上来一颗。是，陛下。沈妃这天没有儿子玩了，就把目光放到了张光真身上。小山，张管事那边测纸改筛的进度怎么样了？夫人，张管事最近没有送成品过来，应该是没有进展。沈妃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拿出了一张图纸递给乔杉。这是小孩子穿的尿不湿，是这个样式的，让张管事研究一下。还有，尿不湿最重要的是防漏，重点要好好的实验。这是我知道的几种方法，让张管事盯着下面的人好好研究一下。乔杉为张光真抹了一把辛酸泪，他知道黄庄那边玻璃作坊已经有了成品，现在就是小镜子都造出来了。负责玻璃作坊的管事董辉已经大展身手，玻璃作坊是皇上的产业，以后盈利都归属皇上的私库，而且也不会只在长安生产，就是江南等地都会开设作坊。董辉现在的身份都变了，可是张光真原来可是最好的人选，现在侯夫人一反复，直接成了管造厕纸的了。好的，夫人，我这就去给张管事送过去。好，你去吧。沈妃原本还想要生产卫生巾的，可是张光真是男人，和他说还是很不好意思的。这事情只能等尿不湿造出来了，用那种材料做卫生巾就容易了。夫人，靖王府江姑娘下的帖子。靖王府，沈妃急忙接了过来，打开之后发现是江竹月邀请她一起去城外上香。沈妃看到江老王妃也去的时候，心思就是一动，这正是个好机会啊。江府的人呢？在外院。沈妃直接拿着帖子走了出去。告诉你们小姐，我明日会去。是，侯夫人。小厮回到靖王府之后，并没有去禀报江竹月，而是来到了唐侧妃这里。娘娘，消息已经送到了。她答应了。是，侯夫人以为是二小姐邀请她，立即就答应了。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沈妃并没有怀疑帖子的真实性，第二天一早她就收拾妥当了。这次去上香也算是出门玩了，于是沈妃把小福宝也带上了。沈妃等人站在山脚下等着江府的马车，可是等了好一会儿，江竹月还没有过来。明月，你在山脚下等着江姑娘，我们就先上去了。是，夫人。于是沈妃就带着乔宇等人一起上山。其实在山脚的唐侧妃已经观察好一会儿沈妃了，她发现沈妃长得还真的像老王妃。唐侧妃也在心里盘算，到底要不要揭穿江竹妃，揭穿了她，对她的竹月会有什么好处，否则没有好处的事儿她也是不愿意干的。沈妃到了宝华寺的时候，发现山上果然人更多。沈妃在大殿找了找，竟然也没有看到江竹月和老王妃的身影。既然来了，就不能不拜佛，毕竟来都来了。于是沈妃也跟着众人一样，装模作样的拜了拜。就是小福宝，沈妃也没让他闲着。小福宝很听沈妃的话，而且到了寺庙，小福宝的目光虔诚了很多。小身子拜佛的动作很标准，比沈妃这个大人还标准。寺里的小沙弥原本看着小福宝这么个小娃娃就来拜佛，觉得很好玩，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身边的师傅。大和尚睁开了眼睛，向小福宝这里看了过来，就看到了小福宝的小脸儿。大和尚的心里一惊，这张脸从前来寺庙可都是要清场的存在，如今见他端端正正的，身子小小的，态度又很认真，好似过去那人又回来了。大和尚一阵恍惚，他对小沙弥说道：去请住持过来。慧恩大师，我儿这次可否能转危为安？施主请放心，靖王爷是有惊无险。那就好，
谢谢惠恩大师。主持，师父请您去大殿一趟。大师，那老身就不打扰了。阿弥陀佛，施主请慢走。祖母，你的签文解了吗？是好消息吗？是好消息。祖母，今天都出来了，咱们也往山上走一走吧。好，那你就和你姐姐带着丫鬟和婆子一起去吧。不过时间不要太久。谢祖母。呵呵，这孩子就是小孩心性，让惠恩大师见笑了。江施主聪明活泼，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此时沈飞和小福宝都拜完了，两人都看着手中的签文。小福宝的签是上上签，大吉大利的；沈飞的运气不好，是下下签。崽子，你是不是偷偷和我换了签？小福宝白了一眼沈飞，拿着自己的上上签不撒手。签文背后还有不少话，沈飞不是很懂，他觉得还是要找个大和尚解释一下，于是就带着小福宝来到了大和尚身边。大师，我们的签文您能帮忙看看吗？施主，请随我到后院，由我们住持来帮你看。沈飞第一次来上香，并不知道宝华寺的住持也是不轻易见面的。那好，就有劳了。乔杉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觉得寺庙的和尚或许是看出了什么，心里就有些着急。但沈飞已经先跟着人走了，他没办法，只能是抱着小福宝跟了上去。正巧惠恩大师和江老夫人往这边走来，两拨人正巧碰个正着。江老王妃在宫宴上虽然见过沈飞，但那时候的距离有些远，看得不真切。现在大白天的看到沈飞出现在眼前，还是有些惊讶的。这孩子还真是像姚家的姑娘。惠恩大师看到沈飞和小福宝，眼中划过惊诧，不仅是因为小福宝的样貌神似那人，还因为惠恩大师看不透沈飞和小福宝的面相。他知道师弟为什么找他来了。师弟，这两位是？沈施主，这是我们宝华寺的住持惠恩大师。惠恩大师，您帮我看看，我这下下签要怎么破解？这位施主请和我来。惠恩大师，我叫沈飞，这是我的儿子小福宝，有劳您一起帮我们看看。我崽崽的运气很不错，他的签是上上签呢。江老王妃听到沈飞姓沈，加上没有把他和除夕宴会上的人做联想，也就没认出来。你姓沈，那你娘家和姚家可有关系？老夫人好，我娘家和姚家没有关系。姑娘看着有些面善，脸型竟然和我们老夫人有些像呢。那还真是缘分呢，可能我和老夫人有血缘关系吧。不知道这位沈姑娘今年多大了？15岁，和江竹妃同岁。你竟然认识竹妃？老夫人，唐之灵是我的夫婿，我和江竹月和江竹妃都认识的。老王妃点头，知道这女娃是全京城都在传的那寡妇，兴趣少了一些。那还真是缘分。那你们先忙，我的事情也办完了，老身就先走了。那就告辞了，老夫人慢走。大师，咱们也走吧，您给我看看我的下下签有什么说法。惠恩大师刚才没有急着走，就是在看沈飞和老夫人的面相，隐约看出一些东西，但是不敢确认。不过江家的生机和眼前的小施主有关。好，沈施主请跟我来。沈飞跟着惠恩大师来到了后院的茶室，这里是惠恩大师招待客人的地方。到了地方，乔杉把小福宝也放了下来，让他自己坐在蒲团上，但他并没有离开，他也想知道惠恩大师和沈飞说些什么。小福宝小小的，身子胖乎乎的，坐在蒲团上真的很好笑。小福宝不像是别的小孩子，他此时像个小大人一样看着惠恩大师。惠恩大师仔细地看着小福宝的样貌，对上小福宝那一眨不眨的眼睛。阿弥陀佛，今日见到小施主，好似遇见了故人。大师，你给我崽崽看一眼，看看他的命怎样。小施主的未来，老僧还看不透。也是，他还太小了，还没长开呢，这脸型啊也都是会变的，看不出来也正常。惠恩大师，你仔细看看我，
我容貌不会变了，您看看我怎么样？慧恩大师仔细打量沈飞的面相，心中也是困惑非常。这明明就是早夭的面相，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慧恩大师也看不透，他摇了摇头，这都多少年了，他看不透的人已经很少了。沈施主很不错。沈飞不太满意，这老住持不怎么靠谱的感觉啊。大师，那你看看我的签文，我的是下下签，是不是不太吉利？沈施主不必惊慌，平日只需问心无愧，遇事自可逢凶化吉。慧恩大师，如果我多捐一点香油钱，是不是就可以化解一切灾难？沈施主，心诚则灵。好吧，这大师也是个老滑头，说话都是模棱两可的。乔宇，那咱们就捐100两的灯油钱吧。是，夫人。